欢迎收看完结沙雕动漫。长生长生，该死的长生，我真的受够了。哎呦，喵的，怎么每次都这样？你是谁？我叫苏清寒，是一个时空穿越者，会不受控制的穿越，但我快要摸到门道了。虾人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个自称穿越者，相比于自己是个永生者，他觉得穿越者显得更荒诞。难以置信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苏清寒转过身，思绪忽然飘向远方，想起了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个穿越者的时候。汝将疲于奔命，终亡于他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不言中，真理是现，汝去吧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别管，你个永生的怪物，有资格觉得我扯淡？虾人闻言大惊，他是永生者这个秘密，他从未和任何人说过。至于苏清寒，他更是一点印象没有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苏清寒仿佛看穿了虾人一般，一脸的笑意，随后自顾自地找个地方坐下，随手拿起祭品吃了起来。还跟我装蒜呢？你是我的标记，我每次穿越都以你为中心，我见过所有时间点的你，不论是过去还是未来。还记得数十年前我们的初见吗？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。阁下说的对，好男儿就该建功立业，战死沙场。我叫虾人，不知兄台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苏清寒。清寒兄说的没错，只是此去远征，不知能否还乡。兄弟姐妹各自成家，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可怜家母孤苦，无人照看。无需担心，我帮你照看。相信我，这是个正确的决定。你是这个腐朽世界的第一位送葬人。久别重逢的喜悦挂在虾人脸上，原以为这又将是人生中无法完成的烂伤，却没能料到竟在数十年后的今天，触及了年轻时的回响。居然是您！久别重逢，不值得喝一场吗？如无意外，从这个时间点往后，我将是你唯一的朋友啊！年岁去久，他已记不清那位萍水相逢却开解自己的同龄人模样，但这件事他一直铭记心中。当自己功业建立，返乡想要报答时，翻遍整个州府的名录也没找到他人。铃声怎么样了？将军，这里就是最后一批名录了。如若没有，那这位先生很可能是外地人，或是……魏铃声没有继续说下去。在封建王朝严苛的户籍制度下，若在当地找不到户籍，那就只能是灾民、流寇或逃犯。其实虾人心里都明白。铃声，我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也不知道将军怎么想的，好好的江南总督不做，偏要皇上封回原籍，说来寻什么恩人？谁说不是呢？什么恩人能这么重要？那可是江南啊，富得流油，可不比这西北的苦寒之地舒适多了。软脚燕雀，安敢比之红活？若将军因那点烂财便丢了昔日恩情，那这辈子就只能与你们这群燕雀为伍了。等我敬最后一杯酒吧，这是我除你之外最后的故人了。好，虾人走向墓碑，轻轻擦拭墓碑上的尘泥，一个简短的名字自墓碑上显现：魏铃声。你是说你见过所有时间点的我？当然，从你穿开裆裤到反正很远。想听听自己的故事吗？不思未至，不负远忧，让未来的我烦去吧。虾人的一番话让苏清寒愣了神，这并非是他第一次问虾人这个问题了，只是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的他，从来都没有过第二个答案。你真就一点都不好奇？你就不想知道为啥你家树上会长糖葫芦？糖葫芦！此言一出，虾人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的他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孩。娘，树上长糖葫芦了！你这孩子净胡说，树上怎么会长糖葫芦呢？真的，娘，我这2串就是树上摘的，你跟我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。你这孩子慢点。虽然怀着身孕，行动不便，但看着虾人兴奋的模样，虾人的娘亲还是跟着来到院子，结果那树上竟真的还挂了一串。娘，我没骗你吧？树上真的长了糖葫芦。兴许是谁人挂上去的，你多注意看下是谁挂的，咱得把钱给人家。咱家树长的还要给钱啊？傻孩子，树上能长果子，但长不出签子和糖，定是人挂上去的。这受人恩惠，便算是成了恩，债钱好还恩难还，你可记住了？知道了，娘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虾人时刻注意着想看那糖葫芦是谁挂的，只是等到他的弟弟都出生了也没有寻见，只知道这树他盯着就不长，一个没回头就又长了。真是奇怪，之前长3根糖葫芦，现在4根，我家4个孩子刚刚好，这树不会是成精了吧？娘，你挂的啊，对了，不过比起我家3弟更在乎那糖葫芦是怎么来的，只可惜他比我先走了一步。
不然听你这么一说，他可得乐开了花。谈笑间，两人好饮。虾仁说起那函谷一战千军残尽，落日照地如血明。苏清寒谈起未来时空，漫天飞孽，只待虾仁亲眼见证。要走了。酣酒作罢，菜渐凉，天渐亮，雄鸡启鸣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。苏清寒心里很清楚，君此去，何日是归期？你活多长，还怕见不到我？走了，别太想我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虾仁目送苏清寒的身影消失在廊道尽头，如今天已白透，可他却觉得还是置身梦里。虾仁！恍惚间，一声呼喊将虾仁的思绪拉了回来。他回头一看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正在向他招手。这位老先生，您认得我？你说什么？认得你？你再说一遍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应该认得您吗？你这天杀的，连我是谁都不认得了。恕我眼拙，还请老先生明示。明示？我明示你大爷！刚跟你分开，你就不认得你爷爷我了？你是苏清寒？虾仁实在难以置信，刚刚鲜衣怒马的少年郎，只一转眼的功夫变成了这么一位垂垂老者。可是先生，我认识的苏清寒是一位少年郎，您这咋地？难道还要我把你干的破事再说一遍？糖葫芦别人听得去，朝堂放屁别人也能是吧？这是他们在墓园时的对话，糖葫芦也是昨晚在酒楼彻夜长谈说的。直至此刻，虾仁才相信这位老人竟是苏清寒。苏清寒，真的是你？清寒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赶紧走，别愣着，我这副身子骨撑不住多久，狗鼻子嗅着被追过来了，快带我去你知道最隐蔽的地方。苏清寒那双苍老眼眸中的急切做不得假，虾仁压下满腔翻涌的疑惑，扶住苏清寒迅速离开了街巷。此地乃我隐居处，如今已无人知晓，现在可以说了，你究竟……话音未落，苏清寒便开始剧烈咳嗽，他的眼神开始涣散，却又猛地聚焦了起来，仿佛是在用意志强行定住即将消散的神魂。清寒，你没事吧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穿越不等同于永生，老怪物，我们的命运只是相似但不相同，恩赐与诅咒都是他这加诸于你身的报业，但效用却天差地别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可你为何？天寿已没，阎王抛钩，据我所知，除你之外再无第二人能抵抗岁月侵蚀。虾仁闻言眼眶泛红，虽说两人结识不久，但虾仁已将其视为挚友，刚过一日，却又是一次永别。别搞得这么煽情，虽然你以后看不到我老东的样子了，但年轻帅气的我，你还是能随便看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参透了穿越的真意，除却必须在你身边穿越之外，以不受法则束缚，通过这份没有限制的命途赐福，我已将所知信息传递至每一时刻的我们会伴你走过漫长的岁月。虾仁闻言感动无比，他自认命途多舛，经历无数生离死别，可当面对苏清寒这奔赴时空而来的灼热情谊时，那冰铁般的心也化作两行热泪自眼角落下。你虾仁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之间的情谊绝非萍水相逢的关系，我们的命运早已被扭曲在了一起，所以无需多言，告知此事只为宽慰，我来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。虾仁，他们要来了。他们是谁？名不可言，状不可述，得鬼、阴差、疯狗、狂信徒，你想怎么叫就怎么叫，但不可直呼其名，只要直呼其名就会被他们察觉，引来没魂之刑。相信我，那绝对是比永生更加难熬的刑罚。苏清寒的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，这让虾仁不自觉也跟着紧张了起来。你只需要记住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，可那是天机，我没法说得太清楚。你若还想活下去，还想再见到我的话，就照我说的做。但说无妨，我一定没齿不忘。第一，重归人群，开始新的生活，与社会重新建立连接。深山老林固然隐蔽，但野外人口单薄，极易被他们锁定。小隐于野，大隐于市，嘈杂的人群能模糊他们的嗅觉，他们找不到你。虾仁闻言露出迟疑之色，可那迟疑转瞬即逝，他无条件相信苏清寒，随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。很好，只要过了第一条，后面的就好说了。第二，为我选一处风水，要阴煞邪魅之地，蛇虫鼠蚁、魑魅魍魉最好一应俱全。总之就是风水越差越好，将我葬在那，但记住不能立碑，这一定要照办，这关乎你我成败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最后一条，未来的路上，你会遇到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孩，你与那女人结识于一次修罗场，她是你命中注定的伴侣，而那个孩子，他会将你视作依靠，也会为你漫长人生增添一抹亮色。你不知会何时与他相遇，也不知何时会与他相别。你要收他为徒，将一身衣钵传授于他，他将是这个腐朽世界的第二位送葬人。我记下了。可是清寒，这到底……苏清寒身体猛地一颤，仿佛感知到了什么，那双昏花的老眼陡然变得锐利，直直望向屋外。虾仁顺着苏清寒的目光寻迹而去，可那里除了几块熟悉的岩石，再无他物。虾仁，此生与你相识，与你结业，乃我之幸事。苏清寒看向虾仁，眼中充满了复杂无比的情绪，有关怀，有决绝，更有一种看破一切的誓言。老怪物，活下去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需要用许多时间同他们拉锯。可这肉身的镣铐，这命运的枷锁，我先替你碎了它。苏清寒伸出双手，猛地在自己与虾仁胸口虚握，仿佛扯住了什么无形之物，随后狠狠地向两边一扯，整个赤色的空间为之一震，方才氤氲在身侧的压抑气息瞬间消失，而苏清寒也径直倒下，没了气息。清寒，走访数月，这是尽我之能可以找到的最为阴煞绝后的风水了。此地上绝天通，下绝地际，兼具白虎衔狮、三海入阴之象，寻常人待上半天便会被鬼魅缠上，也不知为何你非得选这么个地方。虾仁正感怀着遥望阴沉的天空，却不料一声闷响，那串熟悉的声音又至身后响起。我勒个大翘，次次这么帅，谁特喵受得了啊？虾仁猛地一回头，只见那鲜衣怒马的少年郎再次出现在了眼前，与初见那日一样，正拍着身上的灰尘。清寒，他很 low 啊，小家人想我了没？嘿嘿，挺久没见的，猜猜我这段时间去了哪？挂糖葫芦去了。够了，真有你的，居然猜中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小时候真鬼精了，这次我差点……咦，这谁的坟？我一位故人的。谁呀？你不认识？你认识的人中哪有我不知道的？看你这眼睛红红的，这不会是我的坟吧？不是，真是我的呀！不是，真是我的呀！苏清寒眼睛瞪得溜圆，手指颤抖地指着那处新坟，嘴巴张了又张，半天才挤出一句完整的嚎叫。你看呐，天杀的虾仁，你就给小爷我埋这破地方！虾仁看着指着自己坟头骂街的少年，再想到此地安葬的那位老者，难以相信这俩真的是同一个人。你挑的，我埋的，怎么不服？不服你把盖子掀了，找自己说理去。我挑的？那啥，我品味还可以哈。烂的抠脚，为了帮你找这破地方，走坏了我10几双鞋。苏清寒自知理亏，挠了挠头没再言语。他能感觉到虾仁的心情仍是十分低落。这期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怎么就嘎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先说我的事吧，我准备入市。你说这个，我可就不困了。这个我熟，专业对口。看我给你找个究极好房，交通便利，周边配套齐全，直接拎包入住。拎包？什么拎包？老乡，你看这处宅院坐北朝南，四水归中，风水格局可谓是拔尖。哪来的四水归中？此地气流3宫，八面渗水，院子栽的树都长不高。换这处好，临街是吵闹了些，但挨着市场，干啥都方便。便利的确不差，可这出门右拐就是牲口市，那气味终日不散，让人发昏，闭眼闻着味儿都能到家，不成？看过2户的虾仁已察觉到苏清寒在这方面不靠谱，便自己寻了处小院。此地居于巷尾，宁静偏僻，虽略显老旧，但还算整洁。虾仁感觉这个小院有一种熟悉感，似乎曾有记忆遗落于此，可不论他如何回忆，却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虾仁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牙生就这间吧。好嘞，舒气压指，一切都准备妥当后，2人就这么住了进来。我勒个老天爷，这个年代的房价也这么离谱吗？中介也是漆黑，这么个破院居然1年要收5两银，呸！人生在世哪能逃得过衣食住行？这云城好歹也是朔方首府，价格哪能低了去？倒是你嘴上说着什么1顶1的门面，上好的居所，结果还得靠我自己找。嘿嘿，咱看看里面去。苏清寒自知理亏，没接虾仁话茬，而是兴冲冲推开正房大门，阳光洒进屋内，陈设简单干净。小是小了点，但还不错，就是好像有点灰尘味。你那动静没灰尘味倒怪了。不打岔了，
说吧，老家，你怎么突然想通要入世啊？现在的你能受得住这红尘奔涌？无奈之举，这是未来的你的意思。随后下人将他与年老苏清寒经历的事情说了一遍。苏清寒陷入了沉思，其实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察觉，只是没能想到事态的变化进来的这般突然。虾仁，那桌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？是封无名信，难道是前任房主的？就不拆开看看？随意拆他人信件不太好吧？万一是房东的嘱咐呢？也是，那就看看吧。下人轻轻拆开了信封，本以为会与苏清寒所说不过是个寻常信件，可当第一行字映入眼帘时，2行热泪自下人眼中夺眶而出。敬请无凶，下人。咋了，老家？前房主写的吗？下人仿佛没听见，目光死死锁在信纸上，嘴唇无声颤抖。喂，没事吧？这信是我三弟的信。三弟？哪个三弟？小时候天天撵你屁股后面那个吗？我看看。一别数十载，忽而提笔，竟不知从何说起。兄建功立业，光耀门楣，弟与家人皆与有容念。母亲大人弥留之际，盼兄归来一见，终未能如愿。弟妹等自知兄身居高位，事务繁忙，可心中终有戚戚。弟生庸碌，蜗居乡里，本不该为难兄长。可如今我沉疴难起，时日无多，唯有一问，兄可还记得你的来处？弟绝笔。那啥，这你老弟对你好像有什么误会，骂的你跟王八羔子似的，全篇都在骂你忘本。并非误会啊，是我刻意为之。你可知我是何时察觉到自己永生的？我操，好像还真没听你说过。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。天哪，我还活着！先不想这个，得回营找个大夫给我看看。一身是伤的虾人正要离开，却发现一只血淋淋的手死抓着自己的脚踝。上苍启怜，松手，孤魂野鬼莫缠我！舅舅，你也是起义军吗？舅，不管了，先救人！虾人翻开几具尸体，那求救的人露出了全貌，竟是个身披官军将领服饰的年轻将士。嘿，这能给我遇上，居然是个官军头子！果然那位兄台说的对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呀！建功立业就在此时。就这跟你永生有啥关系？这只是个开始。我本只以为自己命大，没细想满脑子都是军功，可半路却被那小子阴了一刀，正中后心。我操，那个位置神仙难救啊！可第二天清晨我又醒了，而那把刀长在了我肉里。你是说？我拔出来了。自那之后，我便靠着不死之秘，一路晋升直抵天庭，成了五朝元勋。我自知此身机密，如若暴露，将为家人招来灭顶之灾，所以我故意冒犯皇上，离开朝堂，隐居了起来。原来如此啊，你也过得不容易，也不知道我老头石溪怎么想的，非得要你入世。无妨，如今时光斗转，物换星移，除你之外，我再无故人。为了你的安全，也为了我不受那墨魂之刑，入世是没错的。等等，再无故人？那这封信怎么说？这不是你弟弟写的？一开始我也有所迟疑，但仔细确认过了，这是新墨仿的。我操，谁他妈这么下作？一个知道我过去，知道我有个三弟，还研究过他笔记的人。你是说刚才那个牙生有鬼？不，他应该只是个传声筒。我知道那人是谁。谁？吴朝当今圣上。谁？当今皇帝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你告诉的？怎么可能？8成是那小子猜出来的。他这么牛逼啊！我手把手教的，可比他那糊涂老子强多了。去，别吹牛逼了！我可听说这老小子卧床1年多了，现在找你，不图你长生秘法，还能图什么？虾人闻言眼神黯淡，当初自己之所以要退出朝堂，就是不愿与故人刀兵相向，可如今却又形成了这种无可奈何的局面。别叹气了，说吧，咋整？你一句话，咱俩杀进宫去？不必那么麻烦。这啥？先帝给的，凭他就可以夜入宫禁，直抵御前。我操！御前逼宫，这么刺激的名场面我……苏清寒话音未落，他身边的空气却开始冷却起来，身体也慢慢变得透明。不是，非得这时候勾曹的，我老虾！虾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苏清寒就这么凭空消失了，一股巨大的空虚突然席卷而来，让虾人立在原地久久沉默着。臭小子，就知道你这德性靠不住。虾人推开内宫大门，龙榻上的老皇帝猛然惊醒，双眼迸发出锐利的金光，但看见虾人的一瞬，那金光瞬间消失，一股复杂无比的情绪涌上他的心头。老师，您真的还活着？
您终于肯来见朕了。陛下，子信何意？老师不必称陛下，唤我司临便好。阔别多年，您仍是我的授业恩师。那这是我教你的。育护子民周全，手段又如何？这是老师您教的，我只是学以致用。这些无杂之事便算了，入题吧。何事？您的法子我能用吗？不行。延年呢？不行。续命呢？1年，哪怕只有1年。虾仁沉默着，不再回答。只此一瞬，皇帝似乎是老了几十岁一样，一行浊泪自眼角滑落。他很了解皇帝，当初就是为了避这位少主锋芒，他才决定退出朝堂。胡人要打过来了吗？是朕那苦命的皇长孙。想来你也知晓，5年前太子薨逝，皇次子继位，可他心胸狭隘，本就容不下他大哥的孩子。如今我负极难起，这皇位如同虚设，护不住他了。言罢，皇帝猛然抓住虾仁手臂，枯瘦的手掌爆发出最后的力气，久久不愿松开。老师，朕不求您身上的秘辛，也从未告知任何人，望您感念旧日恩情，收留这个孩子吧。虾仁沉默着看着眼前重病在床的老人，想起的却是几十年前跟在他身后叫他将军师傅的孩童。可他真不愿为护佑一个孩子去卷入皇家纷争。陛下，我早已……而那个孩子，他会将你视作依靠，也会为你漫长人生增添一抹亮色。你不知会何时与他相遇，也不知何时会与他相别。你要收他为徒，将一身衣钵传授于他，他将是这个腐朽世界的第2位送葬人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老师，朕不求他继承大统，只求他活下去。我只求他活下去。老师。父皇深夜密会何人？听到声音，老皇帝脸色骤变，用尽最后力气推开虾仁，指向屏风后方。走，带他走，他就在密道。四林，珍重。老师，珍重。西出阳关无故人啊！虾仁进入密道前一刻，他最后回望，皇帝面容带笑，仿佛此生已了无牵挂。楼台脚步声忽然响起，一个老太监出现在虾仁眼前。孩子在哪？前走10步，左下一道暗墙，小床上睡着。那对不住了，大人不必脏了您的手，我已提前服过药了。看着毒发身亡的老太监，虾仁突然意识到，皇帝虽然老了，但他狠辣的手段依旧没变。不再思量，虾仁径直来到暗房，打开一看，里面却空空如也。孩子呢？那么大个孩子跑哪去了？不是说了在这间密室里，怎么半个人影没有？难道老太监给我指错了？空无一人的房间令虾仁满头雾水，他正准备仔细寻找，却感觉后腰被什么东西抵住了。不许动！你是谁派来的？孩子，这刀你想捅就随便捅，但你可想清楚，捅了我就没人带你走了。你是我皇爷爷找来的人？不对，我听见外面声音了，你是二叔派来的人。你皇爷爷可跟你提过虾仁这个名字？孩子，你掀起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皇爷爷嘱咐过我，我有个干太爷，名字就叫虾仁，听到这个名字就跟他走。阿纯不孝，竟对干太爷不敬，请干太爷责罚。干太爷，先别叫那奇怪的称呼了，跟我走。如今的皇宫已经不安全了，不要辜负了你皇爷爷的一片苦心。我皇爷爷他乃当朝皇帝，你二叔的亲爹，他不敢拿你皇爷爷怎样的。阿纯眼中仍有留恋，但虾仁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，立刻带着他逃离密道。两人坐上早已备好的马车，一路疾行。只是刚出城门，却被一群官兵团团围住。在下初来京城，不知何处得罪尊驾，为何拦我去路？哼，装蒜，别费力气了，孩子交出来，放你一条生路。皇上年事已高，二皇子已然稳坐东宫，何必抓着一个娃娃不放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招！此事之后，还请尊驾三思，莫要再助纣为虐。虾仁轻松一闪，便躲过了将领攻势，随后身躯一跃，化掌为手刀一击，击落下马。我乃朝廷命官，御林军总校尉，你敢伤我？你先睡会吧，吵得人耳朵疼。当年我官拜3军兵马大元帅，都没你这么嚣张。就此散去，没有人会受伤。听我号令，当场擒拿，生死勿论，殿下重重有赏。狗东西，还挺有荣誉感。面对迎面杀来的10数名官兵，虾仁面无惧，以赤手空拳一击，只受了些皮外伤。干太爷，您没事吧？都流血了。小伤而已，不足挂齿，别叫我干太爷了，这称呼听着别扭。那阿纯以后怎么称呼您？叫我师。大胆逆匪，竟敢夜闯皇宫，掳走皇太孙！来人，给我将此逆贼拿下！眼看皇子带的人数倍于之前，虾仁也实在没把握带着皇太孙逃出升天。就在虾仁为此苦恼之际，
一道刺耳的尖叫从天而降。我了大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哇靠！老夏，你这又是唱哪儿出？这群人是谁？你个混小子，早不走晚不走，出发前走，早不来晚不来，逃命迟来，专门来拖我后腿是吧？你这说哪门子话？我来解决。这位是皇太子。哦，太子殿下，你可知我们是谁？此人从天而降，颇为诡异，难道是世外能人？不对，他要使那些人为何落地摔得那般狼狈？而且那些个能人从不参与凡间之事。但万一不行，朝中对我继位本就颇有微词，哪怕这小子威胁不到我的位置，那我儿子呢？他们能不能坐稳？杀，必须杀！二皇子心意已决，正欲下令，却不料苏清寒此举就是为了拖延时间。眼看时机成熟，苏清寒一声令下，成了，乡人抓住我！抓好了！卧槽，这谁？怎么还有个小兔崽子？苏清寒话音未落，丁光将三人包围，瞬间消失在了众人面前。殿下，找，给我找！通缉令张贴所有州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清寒，你没事吧？好你个瞎人，差点没把我害死！你先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是啊，叔叔，你都吐血了，先休息吧。苏清寒闻言，老老实实休息了半天，才缓过神来，苍白的脸色也逐渐变得红润。沟槽的瞎人，你们长生种还带这种功能？我才走了多久，你突然就给生了个崽子出来？我不在这期间发生啥了？眼看苏清寒脸色好转，虾人也不墨迹，将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全部告知了苏清寒。也就是说，皇帝还算的好人，没为难你。这个小孩就是老头子我说的那个什么送葬人。哼！哦，小屁孩还挺有脾气。先别闹孩子了，刚才你发动的那招是什么情况？是怎么做到的？前几天我被召唤回老家，过了几天清闲日子，然后这个法子出现的一瞬间，我就穿越了。当时不情况紧急吗？我也顾不得多想就用了。可现在看来，好像刚刚耗尽我的体能，再多一丢丢我就可能嘎了。老怪物，活下去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需要用许多时间同他们拉锯。可这肉身的镣铐，这命运的枷锁，我先替你碎了它。可能是未来的你算好的。老头儿，确实，好像除了他之外也没别人了。嘿，这还只是一次，就要了我半条小命，也不知道之后会面临什么。虾人闻言陷入沉默。近来几日虽意外频出，却也算得上惊喜连连，这让他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一种名为活着的感觉。叔叔，甘太爷，你们别怕，阿纯会保护你们的。你个还没桌子高的，等等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甘太爷。受伤就别笑那么厉害，也不怕伤口给你震裂了。阿纯，以后我就是你师傅了。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我呢？那我呢？你就好好养伤吧。终于到家了，累死了。谁？门外无人应，只是一味的敲门。苏清寒起身防备，阿纯捡了根棍子待命，完事就绪。虾人将门打开，本以为是来查问的官兵，可门外那张脸却让虾人大惊失色。铃声，看着门外那张脸，虾人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那眉眼轮廓与他记忆中那位魏铃声分毫不差。将军别来无恙，见您风采依旧，铃声心感宽慰。这铃声真的是你？你不是已经？这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将军，此事说来话长，可否坐下再说？难道铃声还会害你吗？虾人回望过去，两人出生入死，封将拜相，互相扶持至生命尽头。他相信铃声绝不会害自己。你老糊涂了吗，虾人？铃声早就死了，咱就是在他坟头碰的面。我知道，但我更知道，只要他是铃声，就绝不会害我。你这……将军，这位先生就是您当年执意要找的那位。果然，这位朋友气宇非凡，有龙骧之姿，不愧是将军钦佩的人。请受铃声一拜。免了，少来套近乎，小爷我不吃你这套。哈哈，先生这生性倒确实少见，飞扬跳脱，颇有风采。老夏，可别被蒙了眼，这老小子坟头草都多少米高了，这绝对有问题。铃声，你可知道你早已……将军，过去种种不必再提，今日之态，铃声心中有数。那你这是？我此次前来，是代表吴道傀儡向您发出邀请。吴道傀儡这个词一出，如平地惊雷，虾人和苏清寒脸色同时大变。魏铃声此时却仿佛在与另一个自己拉扯般，显得痛苦无比。将军，我不要再抵抗岁月秩序，将军别听他的，交出
不该存在的孩子，加入！将军，动手！虾人如梦初醒，铃声的声音唤起他的战场本能，随后拔剑将铃声劈开，顿时黑雾飘散，周围的民房开始传出喊叫。退跑！三人不再犹豫，立刻逃出，却发现周遭民房大开，居民们头顶黑雾，如行尸走肉一般向他们发起攻击。我来，虾人，为我护法，我们跟之前一样传出去。清寒，不可！你大病未愈，身体羸弱，此举会拖垮你的身体。想来老清寒也是为你着想，才会刚好掐住你的身体极限。但就这么个局面，怎么才能脱困？先出城，回我的隐居处，我在那有一处密室。凭借着虾人在战场磨练出的战斗经验，众人数次规避掉了傀儡们的攻势，各类红眼野兽逐渐取代人类，开始围攻众人。不对，有古怪，这些个怪物的动向蹊跷的很。咋了？不是挺顺利的吗？就是顺利才奇怪，我感觉这是疑兵之计。目前看似我们去隐居处困难重重，但稍加突破便能冲破阻挠。可一旦向东，他们就如潮水一般扑过来，好像生怕我们东去一样。东边有什么？等等，东边那不是我的坟？去不去？去。确定路线后，两人作风交替照顾阿纯，面对野兽也就不必如人类那般流水。众人一路披荆斩棘，终于抵达苏清寒坟墓附近。我靠，终于快到了！后来的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？怎么会招惹上这么一群恐怖的东西？哎，老夏你怎么了？不，这不对劲！老夏，你可别再吓我了，我这身子骨可经不起折腾啊！清寒，天命如此，我们现围了啊！不是，再抢救一下呀！你专业干仗的，开国大将军啊！职也命也，阿纯师傅对不起你，未能受你半分课业，也辜负了你皇爷爷的托付。师傅，千万别这么说，若没师傅，我早遭了二叔毒手，师傅与我已有再造之恩。何出来的妖物，竟敢在我们地界撒野！此地不宜久留，随我来。哎呀，怎么说老夏，这女人的手段可不像是省油的灯。先跟上，少动你那秀脑袋，哪有先救人再害人的说法？师傅说的对，姐姐是好人。哟呼，小崽子看见漂亮姐姐还护上了哦。刚脱困就别装洒脱了，快跟上。随后三人也不再掰扯，跟着女子来到密林深处，在一座祠堂内进入密室洞穴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不知姑娘如何称呼？云山宗白素衣。那停，你先别问，让我先问。白姑娘但问无妨。那坟你埋的？是。埋的谁？我一位故人。什么故人？这仇家？不是。有过节？没有。那你是有病啊！人家玄奘都是往风水好处落，你倒好，专挑这阴煞之地，挑也就算了，你说还非得挑这一块，我是找你了吗？普天之下那么多人，你就非得跟我过不去啊？姑娘何出此言？你方才出手相救，我谢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跟你过不去？想谢我？那简单，将那坟刨了换个地方葬，只要不埋这，随便葬哪都行。就算你是想要在我宗门里立祠，我给你办了，反正这不行。白素衣一番话说的虾人满头雾水，他还未能想好如何答复。苏清寒先憋不住了。不是姐们啊，我承认咱俩现在承了你的恩，可你这开口就是要掘人家的坟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这地难道是你家的？我不管，反正不许葬这。不是你家的地，你管不着。那你们把命还我。那啥，白姑娘，你消消气，清寒你也少说两句。不成，虾人，你是知道我的，这小娘们欺人太甚。什么欺人太甚？那地里又不是埋的你急什么？我急什么？你说我急什么？那就是你小爷我的坟，小爷不开口，谁也别想挪了。苏清寒一句话将众人震在了原地，虾人顿时感觉坏菜了。可更坏的是，白素衣看苏清寒的眼神变了，方才只是对苏清寒怒火，而现在明显带着些许杀意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我倒是此地怎会突然爆发异变？白姑娘她脑子不好，瞎说的。瞎说？我看不像瞎说。两个青年带个孩子，确实是说不出的诡异。此地事变必是你们二人从中作梗的吧？你们也是无道傀儡的爪牙，给云城百姓们偿命吧！孽物，受死！刚气，你是什么人？白姑娘，我们绝非无道傀儡的同党，恰好相反，我与他们亦是死敌。至于你所说的刚气，我不明白，不过有几年军旅生涯罢了。我靠，你特喵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，还刚气？你小爷我现在很生气。姐姐，相信我们，我们不是坏人。阿纯的坏人二字似乎触动了白素衣某根神经，他见识微微一滞，可眼中的提防仍未消失。空口无凭，我如何信你们？哎，行了，我是个穿越者，那是我老年时期的坟，是我此生的终点。
这就是我的难言之隐，你爱咋咋地吧。白姑娘，我们所言句句属实。之前我并不知晓为什么老金寒一定要我寻一处阴煞之地埋葬，可如今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他此番举措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与姑娘相遇。此言一出，白素衣瞳孔微震，白净的脸疼的一下变得通红，说话也磕巴起来。你说些什么呢？我才18，还不到时候。而且师傅他，哎呀！白姑娘，老夏你牛逼啊！这操作我学不会，这辈子都学不会。师傅，我是不是可以叫姐姐师母了？虾仁这才发现话中的歧义，他给白素衣重新讲了一下过程，而白素衣也坦诚了自己的来路。可如今白素衣看虾仁的眼神已经变了。所以白姑娘是被师门派来守墓，就是生怕此墓是无道傀儡的阴谋。但我没想到竟是如此缘故。我也未曾设想此间竟有姑娘这般能人的存在。夏公子谬赞了，宗门本逍遥世外自成一系，毕竟又有修行资质之人身上，宗门规模无法与凡人皇朝相比，所以我们向来泾渭分明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原来如此，姑娘又是如何得知无道傀儡？此事我也知之甚少，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。何事？无道傀儡于前朝崩溃后首次出现，而第一次大规模侵袭则是在襄樊之战以后。前朝崩溃，襄樊之战，老夏那好像……老夏，你怎么这副表情？白姑娘，你能确定吗？襄樊之战之后，无道傀儡开始肆虐。千真万确，此事绝不可能有误，因为我师尊便是终结那场傀儡侵袭的最大功臣。老夏，你这是怎么？虾仁面色凝重，话到嘴边却又不知如何开口。这涉及到永生机密，他不确定白素衣的态度，所以他决定先试探一下。白姑娘，在下有个问题。夏公子但说无妨。你们修士的寿命是否比常人更长一些？你想得法，倒也不是不行，毕竟你体内确实有罡气。找师傅的话，他也许可以帮你入门。那寿命呢？不好说，也有早逝的修士，但会比普通人长。我所知最长者是我们的太师尊，如今已200高龄。老夏，你不会吧？师傅，叔叔，他是合适的人选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白姑娘，接下来的事还请帮我保守秘密，此事除我与清寒之外，再无人得知。但说无妨。我是个长生者，如今已度过数十年时光。而你方才提到的襄樊之战出自我的手笔，我是那场大战的总指挥。什么玩意儿？那场仗直接坑杀了敌军3万俘虏吧？是你打的？老夏，你够狠啊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还请公子说清楚。虽非我亲手为之，但也并非无愧于心。3万俘虏，你们怎么这么能抓？嘿嘿，那不是元帅您指挥的好。可不是嘛，元帅真神了，您怎么知道他们会往那个位置撤？那可不，当初让我去守那口子时，我还以为是将军罚我呢。得了吧，别赢了仗就乐呵，这3万俘虏怎么解决？劝降如何？试过了，没用，一群木头脑袋，死中扣手。斩首几个头领不就完事儿了？下面一盘散沙。魏将军，若那么简单，将军也不会这么头疼了。要不把领头的斩首示众，无干的放了。这就是麻烦事，上面已经来消息了，一个都不能放。元帅，林生，你可是有办法？有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说，就算要100个老婆，我也给你找来。没那么麻烦，您不能问我怎么做的，也不可打听发生了什么，也不许查人去了呢。而且对外必须告诉世人，这是魏林生的功劳，就这么简单。此言一出，大帐内落针可闻，虾仁和几位将军都面色沉重。林生，你可得想清楚，这我不同意，要干大家一起干，没这种说法。这次你们都别碰，我的恶名外面听惯了，你们私底下不也叫我活阎王？开玩笑的，那都是。不行，这是个屎盆子，我一个人捞就行。元帅，别反对了，众兄弟，这次都听我的。哎呀，怪不得他们盯上了魏灵生，原来还有这么一重关系。那城中肆虐的幽媚，就是当初那3万俘虏。我能理解，这是正确的抉择。由于16州若失守，外族必定入侵，百姓的死伤会远高于襄樊之战。我原以为这是长生带来的无妄之灾，却不料这是我过去恶业的报偿。唉，也别这么说，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这场灾难。我有办法，还请白姑娘赐教。听你们说，那魏林生的傀儡如今尚在城中。是的，我刚看过了，你们3个都有资质，我可以传你们一些基础法门，足以护身。届时你们为我护法，我来破他。好，那就辛苦白姑娘了。不必，我只一点担心。夏公子，你与魏林生有同袍之情，届时破法他会很痛苦，还请不要阻挠我。白姑娘，林生虽被蔑称为活阎王，可我与他参军皆为百姓，绝不会因一己私情而动摇。如此便好。随后白素衣开始为3人传法，不多时3人便掌握了基础的护身法门。众人正准备按计划外出，却见到一个意料之外的人。
还请诸位留步。你谁啊？关我们的事？云城百姓危在旦夕，阁下何人？为何拉我们去路？我不知如何取信各位，但云城危机已解。阁下口说无凭，我们如何相信？如若不信，可自行探查，但千万不要靠近云城，就当是为了云城百姓好。你究竟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想知道我是谁，但我可以看到你们的未来。对，气沉丹田，闭目入定，要让一身皮肉像是耷拉在骨头上一样稳住，别往下沉。是，师傅。老夏，不得不说，这小子是真抗造啊！你这么练，他居然没半句怨言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我小时候也这么练，怎么没见你心疼我？嘿，是我那么多年糖葫芦不算啊！距云城危机已去3个月，正如那黑衣人所说，众人回到云城调查，发现百姓毫发无损，好像那危机没发生过一样。最后无处可去的众人跟随白素衣回到了云山宗内暂住。咦，老夏，你媳妇来了？休要胡诌，我与白姑娘只是朋友，你别坏了人家名声。聊聊吧你，自那天起，这小妞看你的眼神都快拉丝了，全世界也就你看不出来。哪有，别扯淡，你今天攻练完了吗？不信你瞧着。白姑娘，何事？家人说有话要对你说，叫你过去。真的？你要说什么？那啥，今天天气挺好。嘘，浪费老娘表情。白姑娘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太师尊要见你。太师尊？那个200多岁的大力士？清寒，你只求莫让我师尊听见了，不然呵呵。白素衣不再与苏清寒扯白，带着下人来到了后山别院，一位鹤发老者坐在桃花树下等他。素衣参见太师尊。晚辈下人拜见前辈。不必客气，小友请坐。云城一事我已知晓，可此中乾坤我亦未能完全参透，但终究是抓住了些蛛丝马迹。还请前辈赐教。那黑衣人兴许与你们是同一类人。同一类人？类似却不同。你沉稳平和，心绪虽杂，却不扰元神清明。那闹腾小子洒脱疯癫，却识得大体。可那黑衣人不同，他很矛盾。他消失是因为没想好帮哪一边吗？应是如此。你对无道傀儡了解多少？知之甚少，只知道他们想要我的命，还戕害不少百姓。只缘身在此山中啊，他们的目标或许从不是你。你是说清寒？虽然素衣这丫头支支吾吾不肯说，但我也能猜出个大概。你虽身负一夫，却仍是此世之人，就好比我一样，只是这个世界本身的一次小错误，而他却不一样，他为异客，与我们不同。我无意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但此事关乎千万百姓安危，还请三思。从太师尊的小院离开后，下人的情绪就一直低落，他漫无目的的游走，白素衣静静的跟在他身后。下人，白姑娘，我没事。此事不与苏公子商议一番吗？我不知如何开口。下人，我不清楚你们两人之前的经历，但我很清楚，如若你们当真相交莫逆，不希望反目成仇，那就需要去寻找全新的破局之法，而不是在这里伤春悲秋。一语惊醒梦中人，下人带着白素衣立刻赶回住处，却发现院中只有扎马步的阿纯。阿纯，你苏叔叔呢？刚才苏叔叔还在，但有人来找苏叔叔咬耳朵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阿纯，你看见那人是谁了吗？没有。别找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我是43岁的苏清寒，来结束这场荒谬的故事。你是未来的他？没错。相貌与年龄都对得上，但为何此人给我的感觉如此奇怪？先提防一手，看看能不能套出什么信息。方才是你将他引走的吗？不，我们无法相见。无法相见？何意？哪怕我铁了心要见他，也会被一桩桩突如其来的巧合规避出去。这是法则与法则之间的抗衡，非人力所能违抗。那你方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结束这场荒谬的故事？我们的每一次相遇，每一次交互，都是被世界所否定的存在。这种不应存在的纠葛，会在平滑的世界规则上凿出裂缝，动摇这个世界的基础。而只要这种动乱出现的地方，无道傀儡便会出现。他们是世界法则的爪牙，法则漏洞的修补匠。相信我，江凡之战的3万冤魂不过是点点星火。如果你们执意接触下去，那么云城之乱只是个开始。言罢，中年苏清寒用手轻轻一挥，空气中浮现出云山宗被大火焚尽，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的景象。师傅，所以你的解决方案是杀了他，结束这场闹剧。荒谬！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可能，就要去杀一个人。
杀了他你会怎样？消失，但我不在意，我只希望世界法则得以延续，生灵免遭涂炭。速一动手，阿纯闭眼。是师傅。只一次，两道红光瞬间穿透中年苏清寒的胸膛，一阵凄厉的嘶鸣响彻云端。中年苏清寒形体溃散，化作一团黑雾。白姑娘，就是现在！随着虾人一声令下，白素衣取出宝葫芦，那黑雾来不及奔逃，便被尽数内入法器中。轩辕真被你猜中了，他们迟早会找上门来。夏公子，你是如何察觉到的？凡尘如潮汐，因缘聚散自有时。向外征伐也好，向内求索也好，都遵循着一条铁律。什么铁律？大乱之后必是大治，血战之后定有喘息，而正当此时，便是敌后深入、分销瓦解的最好时机。因为安定了人心，就会思变，这个心思一起，挑拨离间，便比那千军万马好用多了。原来如此，那你是如何看出他是假的？你就不怕弄错了？呵呵，刚才那个苏清寒说话欠揍吗？啊，挺有礼貌的。那不就对了，阿纯。徒儿在。你也记住，只有说话讨人厌的苏叔叔才是真的苏叔叔。徒儿记住了。居然是用这种方式解决的吗？那真正的苏清寒去哪儿了？开饭了，今天这东西不好抢啊，费了老鼻子劲儿才给咱抢够了4只鸡腿。来来来，都愣着干啥呀？吃啊！看着眼前这个吃得满嘴冒油的苏清寒，白素衣这才明白过来，一个善良而天真的人是说不出那般话来的。魁首气息消失了。这个虾人还真是深藏不露，原以为只是个只会打仗的大老粗，结果却是个智将，现在还得了法。唉，真是愧对灵座。魁首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先把撒出去的钉子撤回来吧。遵命。那个会预知的小子找到了吗？暂时没找到他的踪迹。真是废物。算了，你先去办另一件事。请魁首示下。把虾人他们的消息散到皇城里去。是。来日来日，来去多日，戚戚我心，未得安宁。去日去日，去日甚多，悠悠我思，暗自神伤。这位客官，我们这要打烊了，您是结账还是住店？钱，张口钱，闭口钱，无钱不开口，开口便是钱。呵呵，客官，咱是生意人，做买卖可不张口闭口就是钱嘛。就你一命抵一桌酒钱，可行？他娘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来人，将这吃霸王餐的衣服给我扒了，打一顿再扔出去。眼看店内打手就位，醉酒男子以醉起身，步若蝶舞，几下便将打手反扔了出去。区好礼，何足抢占？说笑反遭误，谈笑无知己。罢了，回山去吧。啥玩意儿？你是说我就去买个鸡腿的功夫，就有人冒充我，还让你们宰了我？特喵的这届反派业务能力不行啊，编瞎话都编不圆。确实，那般冠冕堂皇、忧国忧民的调子，与你可谓是云泥之别。哼，给好脸，你咋还没好话呢？你把鸡腿还我！他们现在越是挑拨，证明我们越正确。师傅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看啥？看下波麻烦是谁带来的？虾人话音未落，院外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名弟子面色惊慌地闯了进来。白师姐，不好了，山下来了好多官军，说我们云山宗藏匿朝廷金犯。老虾，你这嘴开过光吧？言出法随啊！朝廷的刀骂，这倒是不意外。他们来了多少人？太师尊知道了吗？太师尊让我来找你，说一切交于你安排，但不可开战。如今掌门外出，云游不在门中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，师姐？莫惊慌，好个朝廷真当我云山宗是泥捏的不成？传我号令，启动护山阵法，所有已经得法的弟子随我出阵。云山宗啊云山宗，当初你将我逐出师门之日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云山宗与朝廷向来井水不犯河水，尔等如此行径，就不怕引发两界争端？你们云山宗窝藏朝廷钦犯，掳走皇长孙，累累罪行数不胜数。罢了，多说无益，给我上！白姑娘，这军阵看似严密，实则右翼薄弱，无用强攻，只叫上几个师弟去侧翼，放2把火，他们便乱了。当真如此简单？我出身行伍，此乃安家立命之本。此外，再叫上10几个好手，绕道突袭他后方，再往山门前架上些许障碍，这群乌合之众便会不攻自破。白素衣闻言立刻照做，虾人的安排几乎是立竿见影，只半个时辰的时间，那军阵便已化作一团散沙。该死的云山宗，你们全都给我死！聒噪，狗吠狂叫，修行之所，岂容尔等胡闹？云山宗主方无恨，谁人于此叨扰无门安宁？所以云城之乱是掌门师叔平定的，那您为何不露面，还是叫那位黑衣人传话？牵涉甚广，分身乏术，所以阁下认识那位黑衣人？缘起而聚，缘去而散，
说不准，说不准。这位兄台，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？在下听着颇为费劲，谅解一下，谢谢。油腻鸡腿男，你差不多得了。素衣不得无礼，小友有所不知，掌门此乃天缺，并非故意为之，还请谅解。这我的问题，抱歉。莫自责，莫自责，自责显生分。你我同舟共度艰难，此番返门还有大计。随后方无恨将自己云游收集的情报分享给众人，他每一句话都分量十足，不仅推翻了苏清寒有害论，甚至颠覆了他们之前对吴道傀儡的理解。老家这么重要的情报，老年的我这就一句没说。当时事态紧急，他没办法说更多了。这倒也是。我原以为那吴道傀儡是对我们这些逆反法则之人的惩戒，结果没想到，这真就是法则单纯的赐福。那群看似恐怖的无道傀儡，竟只是一群阴妒生恨的可怜虫。他们不值得同情，手上举着一起尽干阿杂之事。你没听方掌门说吗？若非铃声挣扎想要与其同归于尽，云城早已是一座死城。说起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为什么铃声的意志能扭转他们的想法？此事确有蹊跷，可我也想不通。我与他相识数十年，从未觉得他有什么特殊之处，真就一点没有。听完苏清寒的话，虾仁陷入了沉思。他回顾与铃声共事的数十年经历，想要从其中找到些蛛丝马迹。师傅，苏叔叔，你们还没休息吗？跟你师傅谈事儿呢。什么事？阿纯也想听。小孩子管那么多干啥？尿完尿赶紧睡你的觉去。等等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来了？铃声他有段时间特别害怕小孩。这样是的，小破孩有什么好怕的？不是具体的孩子，而是他的小孙子。他孙子有问题，这就是突破口，找他去。哥，别可了，没让你去，你写封信，我带过去问一下，不就完事儿了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慢，老夫人何出此言？我是老了，但我还没老糊涂。将军终生未娶，哪来的什么后人？你若是将军后人，怎会连他的信物都没有？指定是云城来的骗子！滚出襄城！这老娘们进门时还笑吟吟的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老虾，你这是坑我呢！写的时候给我打包票说绝对没问题，这下倒好，全完了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要是今夜子时过了，你还没从正阳门滚出去，那可就别怪老妪无情了。等等，不对，滚就滚，怎么时间地点说的这么明显？我明白了，魏府估计被什么人盯上了，这是在约我私下见面。嘿嘿，有戏。夏公子，我们为何要来皇城？虽说皇帝冲着我山门不假，可也不至于来取他性命呀。白姑娘想哪去了？我只是来找他谈谈。如今各方势力无杂，利益冲突巨大，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。为今之计便是左右开弓，拉拢盟友的好时机。清寒已去了襄城寻人，我们自然也不能落下。那我们夜访皇宫，不会将矛盾激化吗？虽说各方势力互相猜忌提防，但总有自己的目的，而太子的目的就是稳定的皇位，而这恰好是阿纯不需要的。哪怕最后太子只选择两不相帮，我们也可以在未来的大战中占据优势。朋友越多，敌人越少。我明白了。白姑娘果然聪慧过人，我们走吧。随后两人悄然穿过皇城侍卫的防守，悄悄来到了老皇帝的寝宫。其实来之前他们已经打探过，太子为了防止之前的事情再度发生，便以尽孝为名亲自看守皇帝。父皇，您就喝一点吧。喝什么喝？不喝反而趁了你的心意不是吗？父皇，您这说哪的话？孩儿还等你早日康复主持大局呢。老二啊，儿臣在。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信吗？父皇，回答我。皇帝猛拍床案，发出嗡的一声呜鸣，崩溃的老眼里血光涔涔，吓得太子将药碗都摔碎。不信。父皇您小心龙体。看来你除了野心还剩了点良心。父皇，寻常家业就罢了，这可是皇位，牵扯的可是普天万民的生路，为尊为帝，哪能不心狠？北境告急，南蛮叛变，您没上朝不知道，那折子可都是往我东宫送的。阿纯要当了皇帝，您觉得他能压得住？那你这个当叔叔的就不能辅佐他，帮他主持大局，教他帝王之术？凭什么？凭什么啊？大哥是嫡子，我就不是嫡子了。他出生比我早，能力比我强，我认了。他要改革，宗亲百官我帮他压着；他要打仗，我是他的征北大将军。我辅政多年，成绩如何您看得清楚。这皇帝大哥当的，侄子当的，我就当不得了吗？我当真就如此不堪，连个6、7岁的娃娃不如吗？皇帝一下子陷入了沉默。太子的这番控诉迫使他回望自己的人生，他这才发现自己一直忽视了这个二儿子。
一股名为愧疚的心情在他的心间晕开。阿纯不会当皇帝，你不用担心。是你，你怎会在此？来人！老二，安静。老师，您为何？自林别来无恙。太子殿下，我家也曾姊妹众多，家中琐事一言难尽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所以阿纯不会回来，也不会是你的威胁。你如何保证？自林当初诺言，可还作数？我乃云游散修，自来五朝，乃是报旧仇，本不应搅扰凡尘俗事。可你父皇与我有旧，恰好阿纯天资卓绝，我才将其收留。而今阿纯已拜入我门下，凡尘已断，无亲无疏，更别提什么皇位了。我斩断昔日旧恨之后，我会带着阿纯离开中州。五朝尚存之日，我师徒不踏入中州一步。我怎知你是真是假？那日所谓国师之事，你就不怕你父亲知晓？国师？什么国师？你没找人来云山宗教门？我虽愿父皇偏爱大哥一系，可此事关乎两界兴衰，我怎可能如此鲁莽？不是你，有人想要激起两界矛盾。快，再快些，追上咱就死定了。苏兄，我实在跑不动了。小爷就为你拼一次命，你小子可得把这份恩情记一辈子。我们这边跟皇帝谈妥了，你那边不会搞砸了吧？清寒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夏小友不必担忧，当时掌门及时赶到，无道傀儡未能得逞。苏小友只是感染了风寒，身体并无大碍。并无大碍？爱了去了！小爷我10年没感冒的记录就这么破。清寒，你就少说两句，别给再整出毛病来。不成，你得好好谢谢我，小爷豁了半条命出去，才把这小子给你带回来的。谢谢，辛苦你了。你先休息，我问问怎么个事。先给你说个重要的事，魏家被灭门了，只有我跟这小子逃了出来，你注意点说话。虾仁闻言，手指瞬间收紧，他强压心中的怒火，点了点头，转头看向那位眉眼与魏灵生有7、8分相似的少年。知秋，是你吗？或许是我们见过2面，2次是不同的身份。2面？我印象只有1面啊。这个身体4岁那年1次，然后云城祠堂1次。那个黑衣人是你？是我。这个身体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这个身体的主人，你是他们的人？不，他们的确向我发出过邀请，但我拒绝了。那你究竟是谁？这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。我在成为魏之秋前是另一个人，可当我成为魏之秋后，过去的记忆消失了。消失了？你夺舍了魏之秋？不，这具身体自出生起便是空壳，它的主人自出生前便死了。虾仁，他说的是真的？当年林生家儿媳妇难产算是件大事，我也受托寻药帮她补身体。可你是如何进入那孩子身体的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也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。就没觉得你奇怪？孩子遭过早难，大家都不会往其他地方想。大部分人都是如此，除了爷爷。林生，爷爷好像很早就看出了我的异常。这就是他害怕小孩的根源吗？爷爷虽一开始对我颇有顾忌，但慢慢接触之后便放下芥蒂，视我为亲孙。我虽自认外人，但从小在魏家长大，家中长辈对我百般宠爱，可我不但没能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，反因这育之之能而招来祸端。虾仁伯祖，请助我复仇。听完魏之秋的遭遇，虾仁也红了眼眶。哪怕之前万般艰险，也未曾有人因他罹难，而如今魏家30余口皆因自己而死，虾仁隐藏多年的血气再也压不住。杀！必须杀！知秋，你放心，不管是为了林生还是为了你，我一定会与那群混账厮杀到底。虾仁，你没事吧？刚才那副模样不是往常的你，而更像凡尘史书中的我，对吧？很强大，很威风，但有点陌生。其实我也很陌生，我的人生太漫长了，历经无数生离死别，而今淡泊多年，仅剩的情感已将要磨损殆尽。曾经的我是什么模样，我自己都快忘了。那100年后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不知道，许多人我都忘了，不论是名字还是相貌，甚至连我大哥、我小妹的模样都快记不起了。那你夫人呢？你还记得她吗？长生一世，我知晓太早，我怕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更怕忘了孩子们的模样，所以至今未有过姻缘，更别提婚娶了。那这个你一定不能忘。不可结缘，徒增寂寞。清寒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真遇上他了。可我真的可以吗？后，该说不说，不愧是皇家血脉，这么快就入门了。不知道素衣现在在做什么？当初我与清寒带一修行都没这小子这么快，要不等会儿找他去。马步蹲的差不多了，让孩子下妆吧。就直接去，会不会太唐突了？呸！老树逢春，越想越昏。好了，阿纯，下妆休息会儿吧。是，师傅。怎么，想要奖励了？我已交代好了，找你苏叔叔带你下山吧。不，师傅，徒儿另有他事。
怎么了？阿纯知道背后一人有被君子知道，可有虑不报辜负师恩，阿纯必须告诉师傅。心中无虑才能念头通达，不算违背。说吧，是不是苏叔叔又欺负你了？不是关于阿秋哥哥的。知秋，他怎么了？我感觉阿秋哥哥身上有股邪气。邪气？阿纯姿势体大，可不能乱说。你可有实据？实据？什么是实据？就是你有没有亲眼看他做坏事，或者有没有他做坏事导致的后果啊？师傅和苏叔叔看不到吗？什么看不到？人身上有气啊。什么气？云山大人们身上是白色的烟气，苏叔叔是金色的贵气，师傅是绿色的生气，可阿秋哥哥身上是黑黑的邪气，还往地上掉，特别吓人。师傅你们看不到吗？阿纯此话当真？阿纯绝不敢诓骗师傅。阿纯一番话让虾仁陷入了沉思。魏家的灭门对所有人都是一次冲击，虾仁为了照顾众人情绪没有深究过程，可如今来看他必须找苏清寒问清了。两师徒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清寒，你何时来的？从你头顶绿色满脸生气开始。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？那不说笑了，其实我也有怀疑。你还记得那夜的事吗？其实那夜我没有等到魏老夫人，魏知秋是带着一身血和一屁股追兵过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我们俩就开始了逃亡。原本预定接应和救援的方无恨还来迟一步。听完苏清寒的讲述，虾仁想到襄樊之战，又考虑到魏灵生，最后落在了魏知秋身上，他瞬间冷汗涔涔。不是百密一疏，是蓄谋已久。快动起来！你带着阿纯去找方无恨和太师尊，我去找白素衣集结门内弟子。这么严重？快去！那群混账早就捕捉到了我从襄樊之战一路布局到现在。阿纯，你等下，我嘱咐你几句。师傅，你说。阿纯，接下来会很危险，我们可能很难保护你，但师傅会安排人来接你，到时不管接你的是谁，你都要跟他走，明白了吗？弟子谨记。没过多久，云山宗的天瞬间暗了下来，无数傀儡自天而降攻击护山大阵。虾仁四处寻觅，终于找到与傀儡缠斗的白素衣。素衣，我来助你。虾仁，你怎么来了？此地危险，快去后山寻掌门。我已让京寒带阿纯去了。你为何不去？你的功法入门不久，持续作战难以为继，后方更安全。不，云山宗本无此节，无道傀儡早在襄樊之战便盯上了我，他们谋划多年，只为将魏知秋安插在我身边，是我拖累了云山宗。时至今日说这些干什么？长生者还怕死？我不怕死，我怕害了你。死在你身边我也乐意，这样你就永远忘不了我了。想起当初挖你爷爷坟的时候，你还拼命阻拦，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。可这一转头，是数年的养育之恩，说起便起了。不得不说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你的心肠可比我们硬多了。哼，怎么后悔了？现在也不迟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愿意带下人接受魔魂之心，我们随时可以收手。你真把我当魏灵生那蠢货了，真是可笑！火影王的灭城帮他背了，长生不死的机命为他保了，制成了傀儡都还想着帮他脱困，这绝老头到底在图个什么？就为了一个从来没在意过他的永生者。傀儡主没有说话，他享受着魏知秋那副复杂的表情，那种悔恨、不甘、愤怒和极度交织的感情。我知道你等不及了，你憋了很久了不是吗？是有点巧，从察觉到苏清寒这小子穿越开始，到下人第一次死里逃生，再到襄樊之战，我们等待太久了。哼，我的身体你拿去用吧，别忘了你的承诺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追逐领主感召的圣徒们啊，我已持夺于炎者的权柄，未来星迹可见。我见一颗巨木倾倒，飘散的叶片化作甘露，为我们清洗疲惫。我见一方世界倾覆，混沌的万物融为粉影，为他们插上墓碑。低语过后，傀儡主飞向后山，前门傀儡攻势更加猛烈，护山大阵眼看就濒临破碎。下人，快走！护山大阵撑不住了，去支援掌门，还有一线生机。要走一起走。我乃宗门首席亲传，新一代弟子的大师姐，师兄妹们都在拼死搏杀，我又怎能退缩？下人，你不一样，你深受赐福，是天道青睐之人，破除无道傀儡的重任在你之身，不可累我这般白白牺牲。可是下人，修者贵生，不惧死，自杀乃大忌，别逼我以自裁逼你。好，你一定要活着来见我。虾仁不忍，可白素衣是对的。就在虾仁转身飞奔后山瞬间，白素衣胸膛被数只傀儡洞穿，弥留之际，他看着虾仁离去的背影，口中喃喃：别忘了我。
老侠，你怎么来了？前门怎么样？白姑娘呢？阿纯呢？院子下密室的法阵里，跟其他孩子一起。白姑娘呢？苏兄莫问，前门休也。我等若败，万劫不复。找我找的辛苦吗？不用找了，我自己来了。邪魔妖祟，还我家乡！家乡襄樊之战可不是我打的，你要报仇应该找下人呀。休得胡言！若非你们，何来魔鬼？真会骗自己呢。我们从不杀凡人，只不过是捡捡别人不要的垃圾罢了。那个被你视作盟友的下人，才是发起襄樊之战的祸首。他下令坑杀的俘虏，他下令扫平的村中，他下令不留活口。你的家乡，你的爹娘，你的王玉病，皆是他一手造成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对，就是如此。将他给我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云山宗生存，你大仇得报，我得偿所愿，何乐不为？可以啊，成交。正奋力杀敌的虾人回头，方无恨的剑锋直刺而来。原以为方无恨是临时反水，可没想到那剑尖在触及自己的前一瞬，被方无恨刺探了自己心。方掌门，您这是国仇家恨，轻重难举。这一身灵力，我上不于你，并非谅解，而是如今我道心动摇，怕了魔王夺舍，只求你可将其善用，重振云山，解救天下苍生。侠人，我会在黄泉路上等到你死的那天，到时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掌门，方无恨身死道消后，化为尘灰，他的道元与虾人的生命力结合，焕发光彩。莫要慌乱，继续拼杀。夏逍游，请运玄功，助我复阵。清寒，你拖住，我去助长老一臂之力。交给我，不管了。流金遁光，开！方无恨之死极大刺激了苏清寒，老年的自己能做到，方无恨能做到，那么他也能做到。随后苏清寒身上金光大作，法阵自他身上展开，无数傀儡被传入虚空。老侠，就是现在！急！魔鬼，束手就擒吧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呵呵，精彩精彩！这副齐心协力的戏码，叫人是越看越欢喜。我都不忍心杀你们了。狗草的破烂玩意儿，就你长了张嘴会吞粪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，不扒了你这张狗皮做披风，你爷爷我就不姓苏。撕破脸又何必呢？侠人，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吧，我可以帮你们复活所有死于这场战斗的人，原模原样的复活，没有任何副作用，跟活着时没有任何区别。侠人，别跟这家伙废话了，3对1，咱现在就把他了结了。谈，我跟你们这群孽物没什么可谈的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圣徒们，给我杀！傀儡主的尖啸划破长空，雾山大阵遭遇了更加猛烈的冲击，家人3人与其战作一体，这傀儡主明显人有。不是，他怎么刀枪不入的？那就砍的再用力点！你们都给我死！傀儡主的嘶吼让外界的傀儡更加颠覆，原本修复的阵法也濒临破碎。坐在这危难之际，几声巨响自山门外传来。给我杀！杀！没想到吧，侠人，我早已将你们的消息散给了皇帝。如今掀翻开战，以我胜负已分，现在谁也别想阻止我了。胜负已分？狗嘴吐不出象牙，你要不要看他大炮轰的是谁的崽子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侠人，你干了什么？呵呵，不过是将你那拙劣的阴谋戳破罢了。好歹也是人间帝皇，你当真以为他看不清形势吗？你帮他们，你就不怕你那小侄子夺权吗？就算你不怕，你儿子呢？你孙子呢？他们能斗得过吗？人间帝王自古无情，手足兄弟、同胞姐妹、父母子女皆可抛。可若令你得逞，天下万民将堕入地狱。我有何面目统御天下？我怎敢称万民帝皇？绝不可因私废公。冥顽不灵！你们这群混账，都给我下地狱吧！太子殿下，接下来的战斗凡人已无法涉足了。阿纯在小院的密室里，请带他离开。你就不怕我杀了他？若你还认他父亲这个大哥，还认他是你侄子，还记得此前我们之间的盟约，你就不会做出将令你后悔终生的选择。大战序幕拉开，太子走入密室。阿纯看见太子的一瞬，浑身一颤，这让太子的心揪了一下。皇叔，阿纯跟皇叔走。这不，
阿纯，接下来会很危险，我们可能很难保护你，但师傅会安排人来接你，到时不管接你的是谁，你都要跟他走。皇叔会杀我吗？不会了，只要你愿意。皇叔让你当，皇叔错了，跟我走吧。太子抱起阿纯逃离，他终究没能把那句让你当太子说出口。愧疚是生而为人的情感，压抑是身为帝皇的定力，承认错误已是他能做到的最好平衡。抓他，抓住灵童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刹那间，无数鬼魅一涌而上，就在即将触及阿纯瞬间，一阵蓝光凤接住的傀儡们被彻底融化，傀儡主也被众人抓住恐惧。就是现在，最后一击！刹那间，生命剑光，时空之力，云山术，三光并作，傀儡王被封杀至身形俱灭，而爆炸也将云山宗半数毁去，大战也随之落幕。虾仁，阿纯回来了。素衣，怎么是你过来？清寒呐！嘿嘿，太师尊说我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让我也多走动走动嘛。可也可了，老皇帝刚驾崩，阿纯心情肯定不太好，你这个做师傅的肯定得去安慰安慰他呀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掌门，您来了。前辈都说多少次了，叫我虾仁就好。师傅，苏叔叔，长老爷爷。你个小不点才多久不见，长大了好多呀。来让叔叔捏捏，毕竟1年了嘛，嘿嘿。老虾，这小不点1年成长了不少啊，以前还怂怂的，现在变这么大方了。人总是要成长的嘛。结束了。皇爷爷走得很安详，皇叔也顺利继位了，目前正在准备北征匈奴。你跟你叔叔的结子解开了，你爷爷这一生就算是完满了。是喜丧，我知道的，也是多亏了师傅的帮忙。师徒之间不谈这些，既然你现在尘缘已了，我们也是时候出发了。出发去哪？域外福地，我已与门内长老商议过了，那边灵气充沛，适宜修行。阿纯不去了。不去了。那小子当真让你当太子了吗？哪有的事，太子还是阿配的，我不是要回归武朝。那你是？我是专程回来向大家告别的。为啥？在我们身边待着不开心？很开心，但师傅您还记得1年前大战时我身上迸发出的蓝光吗？记得，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是启示，世界法则的启示，苏叔叔应该知道。的确如此。所以阿纯要去走自己的路了，万般不舍，难以言明，还望师父师母、苏叔叔和长老爷爷保重。还没成亲呢。没成亲怎么了？你这是不打算娶我？不，素衣，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。那你几个意思啊？清寒，你帮我说2句。清寒听不懂，清寒不知道，清寒吓一跳。阿纯静静地看着众人，看着他们聊着聊着，彻底忘记了自己的存在。他背起行囊走出院子，向着夕阳深处走去。他叫吴秉纯，是个永远不会被记住的人。世界法则给他的赐福名叫被遗忘者。